海军新闻发言人高秀成海军大校周一晚介绍称，近日中国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称，上周六发现包括辽宁舰在内的6艘解放军军舰沿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海域南下，向太平洋驶去。更让外界关注的是，中国万吨大驱南昌舰现身航母编队。有分析指，这标志着中国海军航母编队正加速提升新质战斗力。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的消息，中国海军航母编队的6艘水面舰艇，除了航母辽宁舰外，还包括055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这也是南昌舰首次公开出现在航母编队中。其余4艘舰艇为052D 型驱逐舰成都舰和太原舰、054A 型护卫舰黄冈舰、901型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自卫队还监控到，周日下午，中国预警机在东海与太平洋之间往返飞行。辽宁舰作为中国首艘航母，自2012年服役以来，已经实现了远海训练常态化。而此次经宫古水道前出西太平洋，是辽宁舰时隔近1年再次通过该海域。去年4月11号，辽宁舰航母编队穿过宫古海峡驶向太平洋。当时航母编队除了辽宁舰之外，还有052D 型驱逐舰西宁舰、贵阳舰、054A 型护卫舰枣庄舰、日照舰以及901型远洋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对于出现在航母编队中的新面孔南昌舰，有分析指，055型驱逐舰伴随辽宁舰出海执行训练任务，标志着中国海军航母编队正加速提升新质战斗力。055型驱逐舰配有更先进的相控阵雷达、信息化设备以及电子战系统，战场环境感知能力更强，作战信息处理更快。它不仅耳聪目明，而且拥有超强大脑。这种新式万吨级驱逐舰不仅攻防火力得到全面优化，能为航母编队撑起更大、更严密的防空反导保护伞。更重要的是，全面提升了航母编队的作战指挥能力。那么，一般每个国家的这种最先进的、最大型的水面舰，都是在整个舰队当中担任一个旗舰和指挥舰的作用。同时它的功能也非常的强大和全面。对于一个有航母的国家来说，那么这种大型的水面舰一定是配合航母作战，然后包括对航母进行一个掩护、空中掩护，指挥其他的水面战斗舰共同的为航母战斗群来服务啊。所以我想这次这2个舰以055和我们航母联合演练，显然是就是演练双方，就是说我国最先进的大型水面战斗舰和我国的航母之间的作战的一些配合啊。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高秀成海军大校周一表示，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这是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部队训练成效，有利于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今后，中国海军仍将按照计划常态组织类似演训活动。据统计，辽宁舰服役以来通过台湾外围海域的次数已达10余次，因此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并不稀奇。但官方在新闻稿中直接点出台湾周边海域，尤其说到训练有利于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则是非常罕见。那么我们这次直接点明了是在它周边进行演习。也是很明白无误地告诉外界，我们辽宁号现在的我们的一些作战演训，可能就是针对台海作战来进行的，这是明白无误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的话，我们的辽宁舰、我们的或者其他山东舰航母会在台海周边执行相应的军事打击的任务啊，这个也是明确无误的对台独势力、对域外干涉中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像美国、日本他们的这样一些势力、海外势力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而对于我国第1艘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航母山东舰，央视近日也播出了由舰员独家拍摄的视频，罕见曝光了这艘海上巨无霸的内部结构以及航母官兵的训练生活场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起飞区了。在甲板上一共有3条滑跃起飞跑道，每当歼15舰载机准备起飞时，起飞助理都必须要沉着冷静、干脆利落地做出放飞动作。我们的每一套简单的动作都要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直到形成条件反射和肌肉记忆，实现人舰机的高度融合，才能保证歼15舰载机的安全高效起降。在山东舰有这样一个部门，他们永远保持向上仰角，时刻准备战斗，致力打造最坚固的航母铠甲。他们就是武器部门。
这就是大家经常听说也比较熟悉的反导舰炮，它主要用于拦截反舰导弹。它的特点是发射速率高，1分钟可以达到近万发，所以也被形象地称为万发炮。武器系统是航母的末端防御手段，主要用于打掉突破舰载战斗机和航母属舰的漏网之鱼。我们必须把训练当实战，随时备战，随时能战。此外，山东舰和辽宁舰这对姊妹舰在外形上也有区别，比如说舰岛，驾驶舱下方多了一层玻璃，这个是在辽宁舰上是没有的。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它的舰岛要比辽宁舰短一些，这样给舰载机留出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另外，山东舰首次实现社区化的管理，分成一个一个小社区，大家除了吃饭时去固定的区域，平时工作、洗衣服、生活、睡觉等，在这个小社区就可以全部完成，工作和生活更加便捷。时间不早了，快到吃饭的时间了，咱们现在往前走，看看炊事班的同志为我们准备了什么。今天中午给大家准备的菜品有，红烧翅根、木耳炒苦瓜、海带结炖排骨，西兰花炒虾仁、干烧鱼段，还有清炒油麦菜。主食呢是花卷、米饭，还有我们自制的面包。这边呢还有汤和水果。我们每天保障7顿饭。早中晚3顿正餐以外，还有2次间餐和2次夜餐。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舰徽，以地球为背景，航母纵横大洋，寓意为我们担负的使命和任务。将蓝色的橄榄枝围绕在地球之外的圆环之中，体现出中国海军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大国责任。舰徽上方，忠诚、勇毅、精武、制胜是我们航母舰员永远坚持的舰训。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成员吴健。吴先生您好，我国辽宁舰编队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在台湾周边海域训练，日方高度敏感，又是派机舰伴航监视，又是酸溜溜的说中国在加强海洋活动了，整个就是以挑事的行头。那么吴先生，您对此怎么看？辽宁舰之行会有日方所云的地缘政治作用吗？有个久居日本的华人朋友跟我讲，10多年前，人民海军常态化穿越伊岛链进行远航训练后，日本国内就有一种窗帘被撩开，让人看透透的感觉，心理上难以适应。在我看来，这种难适应是一种历史的非常态，要随着中国正常发展与崛起而逐渐去适应。众所周知，中国作为陆海相依的大国，不仅因为维护国家统一，还因为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诸于海洋，注定要走出去。这份权利属于中国，也符合国际法律与正义。日方闲言碎语，恰好暴露其不肯面对历史，也不肯面对现实的心态格局。但同时，我要强调的是，近年来，日本和域外大国积极勾连，不仅强化双边军事同盟，还企图把日美澳印4国对话机制往防务合作上移，毒化地区气氛，影响战略平衡。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派，首先是伤害其国家信誉，在周边邻国眼里投下深深的阴影。其次呢，我们一再说，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亚洲，乃至今日之世界，绝非100余年前可比。日本在东亚一强独大、欺凌称霸的局面早已无可能再现，各国和平合作是唯一可行之道。面对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当然希望日本理性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发展，不要整天疑神疑鬼，甚至引外部势力搞乱亚太。要知道，中国不仅会不可遏制地实现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一定会运用自身全球数1数2的经济体量，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绝不容许某些人借题发挥，生乱生战。